顾怀先生，你是否愿意让苏念初女士成为你的妻子，与她缔结婚约？我愿意。苏念初女士，你是否愿意让顾怀先生成为你的丈夫，与他相伴终生？我不同意。安安，顾廷霄，你不是早就死外面了吗？异地结婚，我这个当哥哥的自然要回来。恭喜啊！妈妈，你不要嫁给这个坏人，他叫人绑架我，害我命，是这个乞丐叔叔救了我。什么？顾怀是个大坏蛋，妈妈，你不要嫁给他。怎么样，你没事吧？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绑架孩童，你……爸爸救我，他是后爸的人，后爸要绑架我。你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竟然要害我儿子！你个未婚先孕的破鞋，我敢娶你是你的福气，你可别给脸不要脸！来人，把这小孩给我赶出去！我儿子不是野种，我看谁敢动他！你个王八蛋，这婚我不结了！苏念初，婚约是两家的祖辈定下的，公然悔婚就是在打两家的脸。今天这婚你不结也得结。都改革开放了，我的弟弟，现在强迫人结婚可是犯法的。顾廷霄，我就知道你回来没安什么好心。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妈妈，这位叔叔也是顾家人，安安想让他做我的爸爸。他虽然是顾家人，可是他6年前就被赶了出去，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身无分文的臭乞丐罢了。苏念初，你可别不知好歹。哼，乞丐又如何？既然他是安安认定的爸爸，那我今天就嫁给他。同志，你愿意跟我结婚吗？苏念初，你当众赶下这个臭乞丐，我看你是疯了。我没疯，也绝不会后悔。顾同志，你愿意跟我结婚吗？顾怀唯利是图，心思恶毒，她嫁进去肯定被吃的连渣都不剩。既然我跟这小崽子有缘，不如就好人做到底。我愿意。太好了，以后你就是安安的爸爸了。念初，我突然有点内急，去上个茅房。哦，好，我们在这等你。团长，6年前你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顾怀篡夺老爷子，将你赶出顾家。如今你在外名声显赫，回来不是找他清算的吗？来民政局干什么？结婚证，团长，你结婚了？难道你找到6年前的那个女人了？她身边的那个孩子是？并不是，那个女人我已经调查过了，她已经死了。念初是顾怀的未婚妻。什么？你竟然跟顾怀的未婚妻直接闪婚了？这事说来话长。团长，你年纪轻轻就立下不少战功，这些年群区不知道多少人给你介绍对象，都被你母亲拒绝了。要是被他们知道你竟然和一个带娃妇女闪婚了，肯定会惊掉下巴的。这件事情你要给我绝对保密。明白。团长这次回来不仅是为了找顾怀清算，并且还带着任务要考察锦城的几家服装厂，身份要绝对保密。但连嫂子也不告诉吗？他和我闪婚，只是报复顾怀，并不是真的爱我。我先走了。好。
等急了吧？走吧，我们回家。家？顾家是锦城有名的大户。6年前，我被继母赶出了顾家，从此变成身无分文的乞丐。念初，你还愿意嫁给我吗？你可是安安选中的爸爸，我相信你的人品。再说了，顾家富有，但我也不差，我有自己的厂子。你放心，哪怕你身无分文，我也养得起你。没想到苏小姐这么直接。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以后就不用叫我苏小姐了。媳妇儿。哎，爸爸妈妈开的厂子，设计的衣服能卖很多很多钱，养活我们不成问题。以后你再也不用去外面讨饭了。好，在计划和任务完成前，我绝不能暴露我的身份。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今天我应该带你回趟苏家。去见老丈人？对啊，总要给你一个名分。别担心，我会护着你的。爸爸，外公平时凶得很，到时候回家你就躲在我和妈妈身后。孽女，你还敢回来？爸爸，你没事吧？苏顾两家的婚约是先辈们定下来的，你今天居然敢在婚宴上公然悔婚，还敢嫁给这个臭乞丐，简直把我们苏家的脸丢尽了。庭香也是顾家人，我跟他结婚，算不得悔婚。谁不知道他顾廷霄早年不学无术，并且6年前就已经被驱逐出顾家了。他现在就是一个四处讨饭的臭乞丐，你嫁给他，你是脑子有病啊！乞丐又怎么了？我苏念初自己靠自己的厂子挣钱，又不用男人养。你这个逆女，简直是无法无天！这女人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没想到性子这么刚，不愧是我媳妇儿。你马上给我把这个送走，并且到顾家给顾主任道歉。今天就算是下跪，也要把这桩婚事给我续上。安安是我的儿子，我不可能把他送走。另外，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我跟顾廷霄已经领证了，从今往后，他就是我名正言顺的丈夫。你居然背着我跟那臭乞丐把结婚证给领了！还有你，给我滚！我绝不承认你当我女婿。不管你认不认，从今往后他都是我的丈夫。混账东西！你难道被这个废物蛊惑心智不成啊？安安，我们带爸爸回家。带爸爸回家。孽女啊，你嫁给这个臭乞丐，有你后悔的时候。嘿。小安，马上就好。早饭来啦！爸爸做的面包真好吃。赶紧吃，吃完爸爸送你去学校。想不到当日那个浑身脏兮兮的乞丐，现在还挺帅的。特地给您烤个面包，尝尝怎么样？你还会做这个呢？怎么样？好吃。哦，这100块是这个月的家用，你先拿着。不用，我有钱。给你就拿着，咱们2个之间你不用逞强。再说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都需要用钱，而且你已经不是乞丐了，回头多给自己买些新衣服。以后妈妈负责赚钱养家，爸爸负责貌美如花。
行，那以后我就好好捯饬捯饬自己。不行，今早我得去厂里订一批布料，我就先走了。哎，你饭还没吃呢。我拿着路上吃。安安，拜拜。原来结婚就是这种感觉啊，每天的心就跟被填满了一样。团长，根据我们的人调查，顾怀为了打压同行，开始搞恶意竞争，并且暗中想贿赂咱们的人，给他开后门。请问要不要对他直接实施抓捕？证据不全，先不急，先吊着，等着给他最后一击。明白。还有，我让你调查6年前我遭遇暗杀的事情怎么样？团长怀疑不错，确实与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有关，但时间过了6年之久，想要找到凶手并不容易。继续调查。是。对了，团长，今晚一定有一场联谊会，你看要不要出席？退了吧，以后像这种宴会我就不参加了，我要去接儿子放学了。团长这是在炫耀吗？就是在炫耀。安安，安安，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他们总在学校里骂安安是没有爸爸的小野种。安安，别听他们胡说，我就是你爸爸。团长，我发现这孩子跟你长得可真像，尤其是这鼻子，简直像在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仔细看，安安确实跟我长得很像，但他不可能是我亲生儿子。我既然和念初结了婚，以后他就是我亲生儿子，我将他视若己出。是。还有，你去查一查欺负安安那几个小崽子的家长，明天我要让他们一起给安安道歉。是，我现在就去查。安安，别担心，有爸爸在，不会再让你受欺负。爸爸，团长是什么呀？刚才那个叔叔为什么要叫你团长？团长啊，就像你们班的班长。我呀，以前是那位叔叔的老班长。还有啊，安安，不能跟妈妈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好不好？好。真乖，走。妈妈，你就别担心了。今天爸爸在学校里不仅训斥了之前欺负我的那几个小朋友，还让赵叔叔那些家长当众给我道了歉。不过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他们几个了。那个就是以德服人罢了。那个，我去上个洗手间。厂长，这是这些年顾廷霄的所有消息，您是不是担心和他突然闪婚会被他骗财骗色？经过顾怀那件事，我觉得凡事还是查清楚比较好，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人。你知道，我这人最痛恨身边人的欺骗。看来是我想多了。念初，看什么呢？没干什么。你今天去工厂累了一天了，我给你打个水泡泡脚，放松放松。我自己来就可以。哎，我来吧。来，水温怎么样？刚刚好。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你长得又帅，又会洗衣做饭带孩子，觉得自己好像捡到宝了。不过顾廷霄，你会骗我吗？
啊？不会啊。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骗我，所以你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隐瞒我，否则会怎样？我一定会狠狠地惩罚你。什么事啊？团长，你已经在这儿笑了2个小时了。明天锦城各大服装厂联合举办了一场商会，知道您负责锦城文工团服装的采购，特意邀请您前来参加。告诉他们我会去，但是不以团长的身份，就以个人的身份前去考察。是，届时我就让他们称呼你为顾先生就行。厂长，不好了，顾家正以最低价打压咱们的生意，咱们原本的单子都被抢走了，外面员工都在传，失去顾家这个靠山，咱们厂子马上就要破产了。危言耸听，这厂子是我一手创办的，从来没靠过顾家，更加不可能破产。是不是危言耸听？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你散播的谣言。怎么会是谣言呢？我们工厂以最低价解决了你所有的客户，现在你们服装厂一个订单都没有了，岂不是要快倒闭了？顾华，你的无耻还真是一次又一次刷新人的下限。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逼入绝境吗？除非你拿到军区的邀请函，不过听说上面来的那位顾团长连我都没机会见到，你就更不可能了。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行了，事已至此，你就不要再逞强了。我这次来的目的呢，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只要你今晚把我伺候舒服了，我可以考虑放了你。我的时间有限，你最好不要让我等太久。厂长，我刚想起来，明天那位顾团长也会来参加商会。真的吗？是真的。顾团长这次来锦城，主要是考察军区文工团的采购生意。如果我们能够参加商会，并且拿下单子，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被顾家打压了。这单子，我势在必得。厂长，你今天参加商会，安安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今早顾廷霄告诉我，学校里有什么校外亲子聚会，他会带安安去参加。校外亲子聚会，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在学校里花样活动确实很多，不过顾廷霄又没有工作，肯定也不能带安安去什么商务宴会。也是，厂长，顾先生被赶出顾家后，这6年的消息我已经调查清楚了。6年前他被顾家驱逐后，一直以乞讨为生，除了街边乞丐，并无其他身份。那就好。安安，你想吃什么随便拿。爸爸妈妈今早出去的时候告诉我，她今天要参加一个宴会。是吗？团长，会长还有几个理事要过来给您敬酒。敬酒就不必了，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视察，带着孩子，不便饮酒。明白，所有人直接帮您给拒了。看来这场宴会爸爸还挺受欢迎的。对了，刚刚接到消息，夫人好像也要参加一个商业宴会，该不会是商会吧？你不早说。妈妈，我刚刚好像听到安安在叫我。没有啊，安安不在这儿。没有吗？也许是我幻听了吧。去找找那位顾团长。好。厂长，
我刚打听到那位顾团长刚刚突然离开了，我们今天好像白来了。拿点钱，找人打点下关系，派人盯紧那位顾团长的下落，有任何消息随时告诉我。咱们厂子只有拿下军区这笔单子，才能起死回生。走吧。爸爸，刚才那人好像是妈妈。安安，你看错了，那不是妈妈。走，爸爸带你去其他地方吃好吃的。这三国里面啊，爸爸最喜欢的就是关羽，因为，媳妇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昨天菜市场的李大爷说要给我介绍工作，让我今天去面试，我想去看看。我不是说过我负责赚钱养家吗？我一个大男人有一身子力气没处使，我也想补贴一下家用。行，那你去吧。行，那我先走了，去忙了啊。团长，顾环上套了，他人现在正在国营饭店，要贿赂商会的人。快去看看。好。厂长，刚刚我们的线人告诉我，那位顾团长现在人就在国营大饭店。我立刻赶过去。妈妈，妈妈，你也要走吗？妈妈带你一起去国营大饭店，好不好？好。坐。你乖乖在楼下等妈妈一会儿，妈妈上楼上包房谈生意，谈完就下来找你，好不好？好。妈妈去谈生意了，爸爸也不在，我一个人在这儿好无聊，还是去偷偷跟着妈妈吧。哪来的野孩子？我们这里是国营大饭店，马上有大人物要来，给我滚出去！我不是野孩子，我是跟着妈妈进来的。我们饭店只接待有钱有势的大人物。你妈妈是谁呀？我妈妈来这谈工作，她就在这里。来这里谈工作？不会是哪个有钱人的情妇吧？所以有你这个小野种不带上去。不许你说我妈妈坏话！你这个死孩子，现在就把你丢出去！你放开我！我爸很厉害，他不会放过你的。你让他来啊！我看你就是个没爹的野种。我不是野孩子，我有爸爸，爸爸救我！爸爸救我！怎么听到安安的声音了？爸爸救我！怎么听到安安的声音了？小芳不是说那位顾团长就在302房间吗？人呢？我不是野孩子，我有爸爸，爸爸救我！哟，你还敢威胁我？我看你爸就是街上哪个臭乞丐吧，没等到门口啊，就马上就被轰出去了。住手！爸爸，这个坏阿姨欺负我。你就是那个小野种的爸，我看也是个卖肉的小白脸嘛。小白脸儿？对呀，小白脸儿。来人呐！来人呐！怎么回事？林副官，你来的正好，这里有一家人闹事，你赶快让士兵把他们赶出去。混账东西，该滚的是你！
混账东西，该滚的是你！是我工作失误，没想到这饭店竟然有这么一个看人下菜碟的东西。什么？难道他是林副官？你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是？是什么事？来这个饭店的每一个客人都是你的上帝。是我有眼无珠，求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吧！这人品行不端，你看着处理。安安，我们走。我会直接通知你老板，你被开除了，赶紧收拾东西滚蛋。爸爸，你好厉害！不过你为什么可以开除那个服务生呢？因为爸爸以德服人，讲道理啊。原来是这样，看来做人还是要讲道理呀。哎，安安，你怎么在这儿啊？妈妈是不是也在这儿？团长，我已经安排好把夫人请到了贵宾室，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与客人的关系。另外，商会会长也到了。我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暂时还不能暴露身份。但是夫人这次代表她所经营的服装厂来与我们的人谈合作，你一过去，身份不就直接暴露了吗？所以啊，今天你才是团长。我？安安，在这里乖乖吃饭，爸爸上楼找妈妈。等爸爸妈妈的事情结束啊，就带你一起回家，好不好？好。乖。给我准备服务生的衣服。团长要乔装成服务生？这是我们服装厂和军区文工团设计的服装。我知道军区那位顾团长来锦城，由您亲自接待，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服装厂一个机会，帮忙引荐一下。方案确实是挺不错的，但苏小姐经营的毕竟是一个小厂子，而且我现在还听说，因为经营不善，有了破产的危机啊。关于我们厂子的破产危机，是由竞争者散布的不实谣言。您放心，只要军区这个大单由我们接管，一定会圆满完成。我好像听说苏小姐未婚先孕，而且和顾先生结婚的当天改嫁给了一个臭乞丐。女人啊，要婚前守贞，要学会洁身自好。像你这样的，只会窝了顾团长的眼。女人啊，要婚前守贞，要学会洁身自好。像你这样的，只会窝了顾团长的眼。如果会长仅仅因为这样的传言就否定我的能力，那么我觉得商会也不过如此。还有，我丈夫不是乞丐，他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为我孩子遮风挡雨的完美丈夫。完美丈夫，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吗？你当日在宴会上让顾先生颜面尽失，导致厂子现在步履艰难，你就等着倒闭吧。商会会长的口气，我今天也是长见识了。原来身为商会理事就可以高高在上，打压下面的小厂长啊。顾廷霄，他说在外找了个灵活，就是在这国营大饭店当服务生。团长，我不行啊，我真的演不了你。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您就是军区前来的顾团长吧？上次遗憾未见到，这一次一看真是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啊，一看就骁勇善战。闭眼吹吧就，团长就是穿着服务生的衣服，也是整个包间里最威猛的男人。这就是念安服装厂的苏厂长吧？几个意思啊？这顾团长怎么直接朝苏念初走过去了？你好，顾团长，我叫苏念初，今天来也是想毛遂自荐，申请设计军区文工团的服装。军区文工团的服装设计，
需要各大厂家经过组织设计筛选，在这之前需要上交设计样品。军区文工团的服装设计需要各大厂家经过组织设计筛选，在这之前需要上交设计样品。我带了。真是别具一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的样式。你可以直接参加接下来的评选。真的吗？谢谢顾团长愿意给我这次机会。哎，别，我可受不起这样的待遇。顾团长，你没搞错吧？他念安服装厂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服装厂，他苏念初凭什么跟各大服装厂一起争取啊？军区文工团采购服装，看重的是服装厂的服装设计能力。我们念安服装厂虽然小，但是跟那些徒有其表的服装厂比起来，设计水平要强得多。但是跟那些徒有其表的服装厂比起来，设计水平要强得多。光有设计能力有什么用？谁不知道你们念安服装厂现在面临经营问题，一个单子都接不到，马上就要破产了，恐怕也撑不到那天了吧？那就不由会长操心了。我念安服装厂不仅不会倒闭，而且还会在这次评选中脱颖而出，拿下军区这个大单。真是大言不惭，这其实不愧团长夫人。没想到今天有幸能见到顾团长，他真是慧眼识珠，一眼就看出了我们念安服装厂的潜力。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就是觉得媳妇儿今天在发光。花言巧语。花言巧语。我说的是真的，媳妇儿，你在做自己喜欢事业的时候，真的很迷人。要不你还是把服务生的工作辞了吧？你现在每天洗衣做饭，照顾我跟安安的一日三餐，还要到饭店打零工，也太辛苦了，我能养得起你的。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我真正的身份，会不会觉得我一直在骗他？他还会像现在一样对我这么好吗？干嘛这么看着我？就突然很想亲你。你说什么？苏念初的服装厂竟然拿下了评选资格？会长，我不是给了你好处，让他们尽快淘汰的吗？顾团长特别欣赏苏念初的服装设计能力，他亲自说的，我也没办法。这次评选由顾团长盯着，我们想搞什么小动作，估计也没那么容易了。妈妈，是那个大坏蛋。爸爸妈妈在，安安别怕。苏念初，你不要以为拿到了比赛的评选资格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到时候参加比赛的服装厂那么多，你那个小破服装厂肯定会被淘汰的。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赶紧跟这个叫顾廷霄的臭乞丐离婚，过来好好伺候我。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赶紧跟这个叫顾廷霄的臭乞丐离婚，过来好好伺候我。把我伺候好了，说不定我还能帮帮你们厂子。你敢当着我的面调戏我媳妇儿？你个臭乞丐，你还有脾气了？那你当我是好脾气吗？你敢打我，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打的就是你。这第一巴掌是打你对我老公不敬，第二巴掌打的是你对我不敬。你算什么东西？还敬酒罚酒？老公，
我们走。苏念初，你给我等着！等你评选落败，厂子倒闭，到时候你哭着来求我。怎么愁眉苦脸的？虽然我对我自己的服装设计能力很有信心，可是明天参加现场比赛的都是锦城有名的服装厂，我担心自己会落选。如果拿不到军区这个大单，厂子真的有可能会破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把服装稿给我看看。你还懂服装设计？当然了，之前李桂英母子撺掇老爷子将我赶出家门前，我也在服装厂打工。原本我以为会给别人做一辈子的衣服，然后却被赶出家门，直接去了前线当兵打仗。原本我以为会给别人做一辈子的衣服，然后却被赶出家门，直接去了前线当兵打仗。别担心，我和安安永远是你的家人。那你帮我看看这几个样式行不行？你看啊，军区文工团的服装以简单大方为主，另外在样式上呢，得体，并且要看起来充满活力和朝气。所以啊，你的腰线，怎么，是不是觉得我点评起服装来点评的头头是道？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大福星。哎呀，安安什么都没看到。就送到这吧，无关工作人员不要进去。我等你的好消息。苏念初，你还真敢来参加这次评选？你那只有10几人的小服装厂，恐怕连个像样的设计师都请不起吧？你还是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像你们这种上百人的大服装厂，输给我们这种小服装厂，才叫丢人现眼。大言不惭，你还是等着落选以后，你的服装厂破产吧。尽力而为，我相信你的能力。刚刚各位参赛者的参赛作品已经提交，我们的服装大赛马上开始。苏念初，你现在滚出去还来得及，免得待会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一个半点水平都没有，全靠手下设计的草包，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顾厂长上台阐述自己的服装设计。大家好，我是顾氏服装厂的厂长顾怀。这个呢是我的设计图稿。顾厂长落选，下一位。我们顾氏服装厂是锦城数1数2的服装厂，你们竟然敢让我落选！我们这次服装大赛是跟军区合作创办的，绝对公平公正，不行就是不行。下一位。哼。苏念初，我请了那么多设计师设计的服装都被淘汰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出丑。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这个就是我们念安服装厂为军区文工团设计的服装，整体的样式是以简单大方为主，
裁剪出的线条是突出文艺工作者的朝气精神。到现在为止，苏厂长的分数是各位参赛选手中最高的。看来这次的第1名极有可能是我们念安服装厂，绝不能让他评选上。我举报苏念初作弊。顾厂长，您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比不过别人，嫉妒别人吗？他的那个设计图纸肯定是抄的。他的那个设计图纸肯定是抄的。顾华，你别因为落选就胡说八道。念安服装厂就是只有10几个员工的一个小服装厂，他们连个像样的设计师都没有，怎么可能设计出这么优秀的图纸？你是草包，不代表别人是。这个设计图就是我自己画的，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拿自己手中的设计图去对比。苏厂长说的不无道理，是不是作弊不能仅凭顾厂长的一句话。整个锦城谁不知道你苏念初的名声？未婚先孕，道德败坏，你的话还有可信度吗？如果主持人你不取消他的资格，我怀疑你收了他的贿赂。我堂堂正正。我要求把苏念初的成绩作废。顾华，你还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苏念初，我看你是被戳到痛处了，想要靠作弊拿下军区大单，被我戳穿以后恼羞成怒了吧？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抄袭，这个设计图是我自己画的。我的丈夫顾廷霄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整个锦城谁不知道你在跟我结婚当天嫁给了顾廷霄那个一贫如洗的臭乞丐？他懂得怎么在街边讨饭，他看得懂图纸吗？没有证据，我不会因为你的质疑就承认抄袭。你早已声名狼藉，抄袭更是触犯比赛底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一起站在这里？你还不赶紧滚出去！你，苏念初，我说过今天一定会让你输得很惨。行了，别吵了，顾团长马上来了。没想到年纪轻轻就立下赫赫战功的顾团长，今天竟然会亲临现场。团长，这么多人我不行。一回生二回熟嘛，相信自己。诸位，大家好啊！早就听闻顾团长行程繁忙，没想到今天竟然会亲临现场。此次我亲自前来，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毕竟军区文工团的项目马虎不得。那是。顾团长，苏念初比赛抄袭，违反比赛公平公正，触及行业底线，还请您派人把他赶出去。哦，还有这种事？顾团长，这完全是顾怀刚刚比赛被淘汰，无能狂怒，对我进行诬告陷害。这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画的，根本不存在抄袭。如果不是抄袭，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设计出这么多套图纸？我说过你不行，不代表我不可以。这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画的，在设计的时候，我的丈夫顾廷霄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也有参与。这设计图纸是我亲手画的，在设计的时候，我的丈夫顾廷霄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也有参与。廷霄，你过来。没想到团长还有这技能。这里是服装设计比赛的会场，哪是一个这个臭乞丐能来的地方？保安呢？把他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他！不对劲，这顾团长怎么会公然维护顾廷霄？这个废物凭什么会被顾团长维护？彻底暴露了。这里是比赛现场，不是你工厂，动不动就让人滚出去，是不是没把我这个团长放在眼里？顾团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苏念初抄袭在先，然后又让他这个乞丐老公破坏我们的秩序，实在是有失比赛的公平公正啊！我说了我没有抄袭，你要举报就拿出证据，否则就是诬告陷害。我说了我没有抄袭，你要举报就拿出证据，否则就是诬告陷害。该滚出去的人是你。整个锦城谁人不知道你苏念初未婚先孕，名声早就烂透了。在场的人还有谁能相信你的话？你这么喜欢贞洁，
怎么不天天背着贞洁牌坊？我的媳妇儿也是你能评价的。你顾厂长说人抄袭，又拿不出证据，为了公平公正，不如这样吧，在现场比赛，看看你们的能力谁更强。你给我闭嘴！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哪里有你这个乞丐说话的份？这位先生的提议不错，顾团长，您是在开玩笑吧？怎么，顾厂长是技不如人，所以不敢比吗？比就比，我就不相信我带了这么多人团队，能输给你和顾廷霄这个臭乞丐。比就比，我就不相信我带了这么多人团队，能输给你和顾廷霄这个臭乞丐。没想到苏厂长和她丈夫两个人现场组队服装设计，比这么多团队加在一起还要厉害。刚刚的事啊，的确是个误会。本次比赛的第1名，非念安服装厂莫属。这不可能！顾廷霄一个臭乞丐，他怎么还会设计衣服？团长会设计的可不只是衣服。被打脸一次还不够，顾怀，你还真是输不起。本次比赛的第1名，念安服装厂实至名归。既然念安服装厂是实至名归的第1名，那么这次军区文工团的服装项目就交给苏厂长你来设计了。谢谢顾团长。不要高兴得太早。爸爸妈妈，安安听小芳姐姐说，妈妈带爸爸打败了大坏蛋，赢得了比赛。爸爸妈妈真厉害！为了庆祝妈妈拿下军区大订单，今晚我请你们下馆子，说说看，你们吃什么？我想吃国营大饭店的红烧肉和大鸡腿。我听儿子的。好，马上安排。走。廷霄，你跟顾团长是旧识吗？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问？没什么，就是觉得他今天在会场上公然维护你，有点意外。那位叔叔一定是觉得爸爸长得很帅。对啊，安安说的对，爸爸长得这么帅，一看就让人很有保护欲。或许是我多疑，可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对啊，安安说的对，爸爸长得这么帅，一看就让人很有保护欲。或许是我多疑，可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吃饭吧。好。顾怀，你那么大的服装厂，那么多设计师，竟然输给苏念初那个女人，还让她当了第1名，都是因为那个顾廷霄。要不是那个乞丐中途闯进会场，苏念初早就因为抄袭被赶出去了。你是说那个乞丐帮他扭转了乾坤？对，我怀疑他这6年来不一定真的是乞丐，说不定他另有身份。另有身份？他一个臭乞丐，能有什么大身份啊？那他的设计能力怎么会这么强？我想起来了，那他的设计能力怎么会这么强？我想起来了，当年这个废物在服装厂跟设计员打成一片，我原本以为他会花天酒地，没想到他去偷学手艺去了。是我小瞧了他。顾怀，顾老爷子虽然死了，但你那几个大伯还在。如果他们知道你不如顾廷霄，一定会逼你把厂子交出来。你得尽快把他赶出京城。念安服装厂终究只是个小作坊，等我与顾团长搞好关系，把军区的订单从他们手中抢出来，简直是轻而易举。希望你能做到。顾家服装厂我有出资，如果一直这样亏损下去，你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等我搭上顾团长这条线，顾家服装厂肯定会扶摇直上，到时候我再对付苏念初和顾廷霄这2人，就跟捏死一堆蚂蚁一样。
顾家服装厂肯定会扶摇直上，到时候我再对付苏念初和顾廷霄这两人，就跟捏死一堆蚂蚁一样。老婆，我出去扔个垃圾。好。哦，团长，抓到6年前谋杀你的凶手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初买通他的人正是顾怀。顾怀之前因用低价恶意打压夫人的厂子，现在厂子亏损严重，他正花重金找关系，却不知团长，您就是团长本人。当年我在他手上九死一生，每一次都是老爷子偏袒的，这次我一定让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你怎么了？是不是外面风大，冻着了？念初，自从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没有了。你说什么呢？我和安安不就是你的亲人吗？安安和妈妈是爸爸最亲近的人。媳妇儿，很快事情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会亲口告诉你我真正的身份。顾团长，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顾团长，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你可以把这次军区的单子给我们顾氏服装厂来做。没想到顾厂长你还挺上道。行了，回去等消息吧。谢谢顾团长。先是买凶杀人，后有行贿军官，如今证据确凿，顾怀他跑不掉了。哼！什么？顾团长今天在国营大饭店见顾怀？我们的人看到顾怀在进饭店时手上提了个箱子，他肯定是要贿赂顾团长，而出来的时候他手上箱子已经没有了，那顾团长肯定收到他的贿赂。他肯定是要贿赂顾团长，而出来的时候他手上箱子已经没有了，那顾团长肯定收到他的贿赂。想不到顾团长平日里看起来清正廉洁，私下竟然收贿赂。一旦顾团长改口撤了我们的单子，交给顾家服装厂来做，我们的服装厂就完了。并且我刚刚打听到，顾团长就在去顾家服装厂的路上。走，跟我去趟顾家服装厂，军区的这个单子绝对不能让顾怀给抢走。你竟然私自挪用厂里50万贿赂顾团长，之前为了打压苏念初，低价亏损了30万还不够，如今划走50万，你让厂子怎么运转？会长，你听我解释。如今划走50万，你让厂子怎么运转？会长，你听我解释。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服装厂我也有注资，我也有份。如今账上1分钱没有，你让我跟厂里的工人喝西北风啊！够了，我都不慌，你慌什么？那50万是我拿来贿赂顾团长的。顾团长，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希望你可以把这次军区的单子给我们顾氏服装厂来做。没想到顾厂长你还挺上道。行了，回去等消息吧。谢谢顾团长。接下来就会把军区的订单给我们做，到时候你还怕挣不到钱吗？顾团长真的将军区的单子交给我们厂里做了？顾团长什么人物啊？你小子不会是蒙我的吧？
顾团长真的将军区的单子交给我们厂里做了？顾团长什么人物啊？你小子不会是蒙我的吧？我们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我骗你干什么？保险起见，你待会跟我去见见顾团长。这50万绝对不能打水漂。行，我这就跟你去见顾团长。顾团长，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压我干什么？接到顾团长实名举报，你涉嫌贿赂军官，请跟我们走一趟。顾团长实名举报，你不就是顾团长吗？你昨天还收了我的好处呢。因为你那50万是我收集你的罪证。顾廷霄，你个臭乞丐，你来干什么？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你个臭乞丐，你敢穿军装，你不想活了？顾廷霄，你个臭乞丐，你来干什么？来人，把他给我赶出去！你个臭乞丐，你敢穿军装，你不想活了？顾欢，死到临头你还不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我劝你对我们团长客气点。你说他是顾团长？不可能，这不可能。不错，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我们团长，我只是他手下的副官。原来在国营大饭店都是你设的局，你个废物敢设局害我！军区检查委员会的人怎么在这儿？他们还把顾怀给押起来了。看来今天的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顾廷霄，不要以为你当上团长就了不起了，你如此心狠手辣，一定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是你。顾廷霄，不要以为你当上团长就了不起了，你如此心狠手辣，一定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是你。6年前你买凶杀团长，如今这局却凿，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给我走！团长，你听我解释，我什么都不知道。滚！好。媳妇儿，顾廷霄，哦，不对，顾团长，骗我这么久，好玩吗？媳妇儿，哎，你听我解释。念初，念初，念初！妈妈，你为什么把爸爸锁门外呀？念初，念初！妈妈，你为什么把爸爸锁门外呀？安安，妈妈先带你回房间。爸爸妈妈，这是怎么了？妈妈为什么把爸爸关在门外面？念初，团长，是我们办事不力，我们也没想到夫人今天会突然去顾家服装厂。念初早就怀疑我的身份了，是我没有向他坦白。团长，你是带着任务来京城的，并且为了6年前的事，不能打草惊蛇，也不是故意要隐瞒身份的。身为丈夫，对妻子不坦诚，错了就是错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陪她。错了就是错了，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陪她。我说过了，我现在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我一个小厂长，配不上你这个年轻有为的军官。媳妇儿，我错了，但是我之前真的是有任务在身。这样，你可以惩罚我，可以打我骂我，但我求求你，不要和我离婚。放手！放手！爸爸妈妈，救我！顾怀，你疯了吗？你干什么？放开安安！我疯了，我是疯了，我被你跟顾廷霄联手逼疯的。现在我的服装厂破产了，我妈进了监狱，我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顾怀，你究竟要干什么？苏念初，我真后悔6年前在工厂给你下药，一不留神让你跑了。
究要干什么？苏念初，我真后悔6年前在工厂给你下药，一不留神让你跑了，要不然我们早生米煮成熟饭，哪还有他顾廷香什么事？顾怀，你这个畜生！畜生，我是畜生，我这个畜生就算是死，也要拉着小野种陪葬。爸爸，顾怀，顾廷香，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一刀宰了这个小畜生。你不是视这小野种为己出吗？顾廷香，你别过来啊！你再过来，我一刀宰了这个小畜生。你不是视这小野种为己出吗？我要你死，只要你死了，我就立马放了他。好，我答应你，只要你立刻放了安安。爸爸不要！顾廷香，你怎么还不动手？放开我！安安，没事。把他拖去警察局。是，放开我！爸爸妈妈，安安刚刚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安安别怕，是，放开我！爸爸妈妈，安安刚刚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安安别怕，爸爸和妈妈会保护你一辈子。妈妈，真的吗？你和爸爸会一直在一起吗？谢谢你，顾廷香，你把安安当成自己的儿子，愿意用你的命换他的命。不是当做，安安本来就是我的亲儿子。什么6年前，场外，你忘了吗？是你霸王硬上弓，夺走了我的清白。？6年前的那个人是你？是我，所以你得对我负责。